朋友，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两会今天正式闭幕了。有一句话哦，有一个词现在变成热门词汇，叫做新质生产力，这是由习近平提出来的啊。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把稀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做一些科技上面的好发展高发展。那西安科技大学已经抢先在3号成立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中心。讲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什么是稀土中国稀土集团的董事长叫敖红他说稀土产业作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防科技工业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产业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跟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物质在包括太空，包括在武器包括在军事上面方方面面都必须用到它。那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规模最大的稀土原料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建设中那底下是它的图，这个是在中国北方的稀土那全球规模也最大它的第一期工程，这个基地的第一期工程现在正在建设当中。那稀土是甲钢、炮钢、航母的关键材料所以呢，各国都要抢。那现在中国大陆要对这个稀土进行源头管控。你想要我这边管控起来他决定要给谁或怎么样出口，或者不给谁。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建制，首艘电磁弹射航母即将试航了这个是空拍图。据说现在这一艘所谓的这个电磁弹射航母叫做福建舰暂时我们称它为福建舰，我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正式命名了。它的飞行甲板涂装已经完成70%有余很快就会进行首次的海试这个是看到很多军事迷透过各种方向搜集到来的数据。那你也可以看到，包括舰首还有主甲板上的3条电磁弹射轨道已经清晰可见了。这意味着前段时间弹射小车的测试任务已经结束，而且已经完成了。那3个电磁弹射器能够用来弹射包括氙15、氙35以及空警600在内的各式的战斗机。而另外呢，中国到底要建设几艘航母才最好？中国网友也都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讨论，里头也不乏很多的军事专家。有人就讲起码要6艘那6艘是2艘远洋巡航，1艘南海作战，1艘维修，1艘训练那1艘在黄海、东海作战。军事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说，因为毕竟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俄乌战争还在打，还有加萨也还在被这个包括以色列进攻当中。那现在呢，没有了中国棉花，我们看到法国说我制造不出炮弹来，因为这个棉花不是普通的棉花这个叫做消化棉。在中国大陆，它的产量占全球的70%那有很多的飞弹和炮弹还有一些火药需要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东西都来自于特定的棉花，就是这个消化棉所以必须还是要从中国大陆来进口。那美军在各方面的防堵中国，现在很多举动也在针对中国大陆，包括联合这个跟菲律宾联合18国抗中国大陆。美国打算在菲律宾距台最近的领土新建港口。大家知道距离台湾南部恒春半岛大概200公里的地方这个巴丹省这个是美军打算在4月下旬在这个地方要商讨新建由美国出资的民用港口设施计划。有一说这个港口是未来如果台海发生什么样的危机，他们可以从这里撤离菲律宾的一些移工还有菲律宾的一些移民。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巴索夫号海巡舰这个现在在南海过境期间进行演习和加油，据说呢也是特别进行了海上的加油补给测试，在海上最长时间停留，要来应对中国的。而另外呢，酷寒战士现在正在打造中，这是美军的极地作战我们看到这个训练非常的艰苦为了加强极地作战训练，国民兵顶着零下10几度的低温，在阿拉斯加进行特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去我们也可以看过这样的画面，美军在做极地的训练。来，先请教亮哥。这个稀土管制出口，事实上，
前一阵子那个嘉庚者还有石墨就已经开始管制出口了。那重点就是它管制到什么程度了？它如果说是源头管制，那就是那个 KYC， 它要坚持要知道，那所有的出口商它都要纳管。那到底有没有做到这个程度了？比如说我要知道你跟我买，那你最后会交给谁？他如果做到这个程度，那这个就是比照美国了。可是美国为什么查得出来？因为美国控制全世界的金流，因为你大部分都是用美元交易嘛，那中国大陆怎么控制金流？所以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出口商，我跟你买，那我偷偷的交给美国某个军工产业，你如何知道？所以中国大陆就是必须要落实这种查气的本事啦，不然到时候一定会有欺骗的情况。比如说，他可能一定会跟所有的出口商都说，你只要被我查到一次，你就是黑名单之类的可是他一定要查得出来了，就是因为嘉者石墨大概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我们现在没有听到有谁被抓到。那当然可能因为个别的国家还都有一定的库存可是库存如果用完了，那就是开始了凭真本事的时候了而且它可能会加很多新的项目，因为嘉者跟石墨只是其中3项嘛，还有很多其他的所以事实上这个事情曾经对日本实施过那日本那个时候就是涨价嘛，那后来日本就开始在全世界找稀土了那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找到稀土，可是提炼的部分就非常的困难。事实上，中国大陆不是因为它掌握这个原物料，而是因为它掌握大概有80%、90%的提炼的流程。那这个提炼的流程的专利大部分都在中国手上，所以这个问题也跟电动车一样电动车也会用到稀土比如说锰矿一大堆那就大家都在想说，我可不可能做一个电动车的电池，然后完全都不要经过中国？那《纽约时报》去年6月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那结果发现是不太可能，很难。他认为提炼那个部分，它如果不送到中国，那就会变得很贵了，而且是高污染的，对不对？污染的问题且不去说了，因为你如果没有，你还是要自己弄然后重点是会变得很贵，成本很高。对，所以那可是这样，就是目前就变成这个状况那因为最近美国实在是对中国大陆制裁的项目实在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被逼出来的，就反制的一个手段。对，可是反制你到底能够有效到什么程度，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因为嘉庚者照理讲，第一个冲到了应该是日本跟韩国，那他们也许有在密商这个，那中国大陆当然会要求韩国部分半导体要对它解禁那这种私下的交易，他们有办法瞒着美国吗？这个我觉得还要再观察一下。可能他自己自控的这个状况，因为时间不够长，力道不，你必须要让日本跟韩国的库存用完，你才知道见真章嘛。所以要很精准。来请教舰长。我们来看解放军他到底需要几艘航母？他不会告诉我，他不会告诉我。对，那但是呢，他的动作会告诉我。他的什么动作呢？如果我们观察这么多，就是这3-5年以来从辽宁舰一直到山东舰，它的编队，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无论是现在的辽宁舰、山东舰，或者是未来的福建舰，它的编队都会长成这个样子。它有一艘055的万吨的驱逐舰，然后它会有2艘呢052D 的飞弹驱逐舰，那它还会有2艘054A，未来可能是054B 的这一个飞弹护卫舰，它的大概组成就是这样。那水下看不到，那901综合补给舰，我们现在看到的有2艘，可是还有第3艘，第3艘在广州国际船厂它已经下水了，那这大家比较少讨论的。那如果按照它的这个编队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它现在，然后我们来算盘点一下
它现在到底有多少船？北部战区、东部战区、南部战区，现在它这些我们刚刚讲到055、052D 还有054A 的这些船算一算，我们以055来算，现在是8+1艘，这一艘现在下水了还没有成军。那如果说我们刚刚要编成6艘航空母舰打击群，那还有不要忘了，它还有4艘的075的2栖攻击舰，加起来就是10艘的需求，刚好吻合，这会不会有点巧妙啊？那然后我们再看052D 的话，如果我们看052D 的话，它以10艘的需求的话，它需要20艘。那我们现在看来，它这个8+8+9的话，事实上它也远超过，它已经25艘了，它远超过这个需求。为什么？因为它除了担任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评位之外，它还有那个近海或者是南沙的相对的任务，所以它的船会比较多。那我们来看054A 跟054B，同样也是如此。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它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些数量的总和，也就是6艘航空母舰加上4艘的075两栖攻击舰的一个舰艇需求。那我们只讲舰艇吗？当然不是这样。那它造船有没有一些准备呢？它当然有。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是3月3号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福建舰在这里，这也就是大家讲说油漆还没漆到的地方。另外075跟076，它其实也在这个位置，意思就是它的船坞也准备好了。是，来彬哥。习近平喊出这个新质生产力当然是想要借由这个在科技上的发展，就经由这些创新产业，然后一方面对抗美国对他的这些制裁，另外一方面当然让他的产业快速转型，然后能够避开这些风险。但是讲是这样讲啦，能不能这么顺利就很难说，因为目前没有看到他很实质的到底要做哪一些事情，所以当目前还只停留在口号阶段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到底真的能够做到什么，那这可行性又到底如何还不晓得，所以他们应该要很快的要去把这个整个实质内容补上去，不然大家就不容易清楚。那当然，稀土一直都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关键产业，它在世界上也是有领导地位的，所以这就是他手上有了武器嘛，他当然不会放弃。那一方面不断的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技术，另外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要挟嘛。就是如果你美国跟西方国家持续对我进行这些制裁，那他一定会有做出相应的反制行为。那其实稀土这个问题，美国大概已经谈了20几年了吧，但是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稀土产业，这中间是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的，所以看起来短时间内他们也没有办法把它建立起来。日本可以建立一部分，但是日本能量能够到多少？其实稀土虽然名称叫稀土，全世界各地都很多对啊，只是中国大陆确实掌握了很多关键的技术，因为它不断的累积了这方面的技术跟经验，所以我觉得就是西方这些国家，美国的盟友要在短时间之内要追上它是不太容易的，导致这个消化棉这个东西，我觉得很趣味。你知道消化棉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公司是法国公司生产公司对啊，法国 BNC 那原料是从，但它原料可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可能是新疆来的，对，新疆来的，那就变成你自己在制裁自己嘛。我觉得就这个意思对，制裁新疆棉嘛。因为不然的话，你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公司，你就继续生产就好了。问题是你们自己要制裁这个棉，你不能用，那你自己叫自己缺货，那怪谁？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怪谁。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更像是法国的一个借口。也就是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啊，我真的没办法生产啊，我没有东西啊，我怎么生产？他不想生产更多的炮弹了吗？他生产更多的炮弹，那也是肉包子打狗丢给乌克兰啊，那对整个局面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吗？也是没有。那当然，美国一直都在一个备战状态，因为中国大陆很明显的就是他未来几十年的竞争对手，所以他千方百计一定会在东亚也好，南海也好，在这边到处布局，想办法设立各种暗桩，想办法去挡住中国大陆。但他会认为说，中俄会联手去入侵阿拉斯加。我觉得这恐怕是想太多了。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不太好进攻的一个地方啊。而且就算他攻占了阿拉斯加，第一个他要不要担心美军的反击？第二个中间还隔个加拿大。对啊，那个地方冷得个要死。我不认为中俄会去选择那个地方去作战。
好，中国大陆最近有几个富豪被延上、被出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事情的开头，我们要先来看看这个首富去世的消息。这是中国最大食品饮料生产商娃哈哈的创办人宗庆后哦。大家如果有到中国大陆，应该知道这个品牌哦，它的这个食品啊、饮料真的是方方面面哦。他日前过世了，那网友开始出征农夫山泉的创办人钟闪闪。你会觉得很怪啊，你干嘛出征他呀？哦，原来农夫山泉的这个创办人钟闪闪，他过去是跟着宗庆后一起打天下的，后来他自己跑出来自创品牌叫农夫山泉哦。钟闪闪后来一度也变成中国的首富，于是很多网友就说：“你看这个钟闪闪啊，哦，他忘恩负义呀，哦。”那另外又开始挖出了这个娃哈哈跟农夫山泉在产品的包装上面的不一样。他们就说，你看娃哈哈哦，它这个饮料底下都用中国的元素，可是哦，你这个农夫山泉啊，你的饮料用的是日本元素哦，用的是日本浅草寺的五重塔哦，你辱华哦，有辱华之嫌哦，所以一大堆人跑去出征这个钟闪闪，而且呢，钟闪闪的儿子啊，又被起底说有美国籍哈。被批评不爱国，所以这个农夫山泉事件呢就是这样子，他被延上了哦。你不要小看被延上、被出征没什么啊，不是说心脏强不强啊，有实质上的损失哎。农夫山泉的市值啊，一夕之间蒸发近1000亿台币，真的是吓死人了。可是也有一些网友在分析说，到底是谁在围剿，谁在发动这一起攻击呢？他们连接到了美国。怎么讲哦？我们先来看看哦，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农夫山泉也没做什么事啊，怎么这个时候被铺天盖地的霸凌呢？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商业竞争了哦。所以呢，他们就说啊，哦，这个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哦，是这个包括来大家看这里哦，这个农夫山泉，他们说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套路哦，因为他们发现民粹可以反向利用，什么意思？民粹每个国家都有，台湾也有很民粹的人哦，网民不理性。那中国大陆当然也有，可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哦。CIA 局长都曾经讲过，中国舆情很好操控，所以这些网友就在讲说，有没有可能是美国在操纵的？这个当然也是网友的一些论述，包括最近中国的民主主义狂热延烧，大家知道吗？莫言清华大学农夫山泉成为新三害，什么意思？莫言是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哦，他的小说《红高粱》拍成电影，那现在网友也起底了，说，你丑化了八路军哦，那这个符合西方政治正确，所以你才可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另外，北京清华大学为什么也被出征？因为他说美国政府先前不是有制裁国防妻子在内的许多中国大学，可是就没有你清华，怪怪的。第三害农夫山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网络上面的言论啊，以及这些舆论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可是是谁在操控的呢？有好多阴谋论都出来了。另外有一个富豪最近也被延上，他是王传福。比亚迪的这个创办人现在他被起底了，说他有私生子他有婚外情，而且跟他自己公司的元老级的高层的一位女性出轨，生了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居住在美国那当然呢，这一切的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来了，是这个人，中国机车大佬张小雷，他实名举报他把这一套故事讲出来说现在这个王传福在中国打造勤俭爱国的形象，可是在美国有好多的豪宅啊、资产啊，还有呢一大堆的事情啊所以呢担忧数万笔这个比亚迪的车主的个人资料和道路讯息会被美国掌控从这个商业战打到了资讯战还有包括间谍战以及国家跟国家的各种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国家安全。可是到目前为止，比亚迪跟王传福本人都没有回应。那也有人讲说，你去打击王传福，是不是因为看比亚迪最近卖得很好，快要打败特斯拉了，所以故意去丑化他呢？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揣测包括你看到现在电动车的变局，比亚迪的仰望 U8 出口美国那你也可以看到比亚迪的海鸥这个成功大规模的出口北美，卖15万过去这个车在
中国大陆只卖7.38万人民币，结果出口北美翻倍卖，短短3天狂卖了6000多台。而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有第一台的仰望 U8透过平行出口的方式被美国加州的一名华人有钱人买去了也算是比亚迪100万豪车第一次打开美国市场，因为它还没进口，可是有人用平行输入的方式，有钱人就是有办法把它买进了美国去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华为某种程度在跟 iPhone 跟苹果在竞争，比亚迪也跟这个我们刚刚讲特斯拉竞争，而在中国市场我们看到苹果iPhone 在中国的销售量已经下滑了24%而另外呢，包括特斯拉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量也被比亚迪超越了大家来看看这个商业上的竞争，也隐含着中美的竞逐。来问一下亮哥，这个没什么，这个大陆官方早就定位这种行为叫低级红啊，低级红是啊。本来就是有一大堆人就用民族主义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那你以为大陆官方会在乎这个吗？请问大陆有名的明星有几个人已经国籍已经是加拿大、澳洲，还不照样在拍大陆的电影？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攻击什么，你以为这个可以攻击到他们啊？太可笑了吧！虽然没回应，你了解一下大陆的文宣跟政治的实际操作吧。农夫山泉好，即使他有美国籍这样就有事啊？他儿子啦，不好，他儿子。那我请问，那个阮经天有没有外国籍？阮经天还不是大红在大陆？对。那刘亦菲呢？他美国籍是，对啊，一大堆啊。最近还拍了大家再讲一点，请问孟晚舟是在哪边被扣押的？加拿大。是啊，那加拿大他不是有个豪宅吗？有事吗？没事嘛。低级红嘛。就是这个跟着低级红一起起舞是没有用的啦，除非你这证明他有犯罪了。比如说我们说王传福啦，他说你看王传福有私生子，儿子是美国人，所以就泄密了。你怎么推论的？是美国人，所以就泄密啊？这是怎么推论出来的？他有私生子，好了，我就承认那他儿子在比亚迪上班，所以怎样？所以就泄密。这怎么推论呢？他说有100万比亚迪车主的个人资料，那我也可以随便被美国掌控。那我也可以随便乱扯啊。我说张小雷，你故意来打比亚迪，因为 CIA 给你钱呐。我可不可以这样来乱扯？也可以这样讲啊。我觉得大家都来乱扯嘛。就你怎么推论出人家泄密呢？就是好，他儿子是美国人，是私生子，然后在比亚迪上班，然后他就泄密了，这什么逻辑啊？对不对？你说中国大陆的高管里面有多少人是外国籍啊？很多。中国大陆也没有去禁止外国人来那个私人公司上班啊，没有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这样是什么逻辑了。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商业纠纷呐，商业攻击啊。不知道啦，因为他说他被霸凌啊。那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跟比亚迪是不是本来有合作，那是不是？这个我跟你讲，有很多种情况啦，也可能是商战，那也有可能是人家来蹭你，因为网红嘛，我要流量啊，要有声量。那农夫山泉创办人刚过世，那当然就会有流量。娃哈哈创办人刚过世。娃哈哈说错了所以我跟你讲，宗庆后在杭州做了多少事啊？对。杭州那些没有钱的那些老人家，他是每个月发钱的。这个我知道，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坦白讲啦，这个。你这种低级红发挥不了作用，在中国大陆真的要发挥作用，就是你要抓到刑事证据了。比如说你骗人啊，或者是真的给人家洗钱啊，把钱都弄到外国啦，这个才会有用啊，不然你以为中国大陆是什么国家啊？是随便用民族主义来这样晃一晃，人家就没辙了，哪有那么简单啊，对不对？好，这个他们攻击的对象是钟闪闪，他是农夫山泉的创办人。宗庆后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过世了。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比亚迪的创办人王传福最近有很多传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请教舰长。
有关于社会事或者是八卦事啊，那我当然是不太了解。但是我们来看看比亚迪啊，我们刚刚那个主持人有谈到说，现在加州已经有第一辆比亚迪真品平行输入进去了，就是这一辆。那他的那个所有人叫做James Fu。那是一个华人啊，那他这个我为什么用个黄色的框起来？因为这是加州的一个车牌，因为美国它的每一个州的车牌长得不太一样。那这个车牌最上面它有一排红字写的就是 California， 那个就是加州的车牌。那加州呢，事实上这个车牌悬挂不是联邦的权利，而是各州的权利。然后我们看看当初那个加州州长，那他到深圳去参观，这一个其实就是U8 仰望的时候，他特别说他要想尽办法把它引进美国。那只是有没有贸易商，有没有人要引进？果然现在已经出现了。我们这样讲啊，其实这是一个就是以大陆的这一个比亚迪的车子啊，我们刚刚虽然讲到在墨西哥啊，那墨西哥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它其实它是6170辆车子的大单，就在短短的3天之内卖光，而且在这个卖光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定金是不能退的，就是你如果后悔是不能退的，意思就是大家都非常想要买这个那个，它可以就是纯电行驶405公里，就是从基隆一直跑到高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比亚迪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这也是因为大陆的天气的关系，它在低温的时候，它不会像特斯拉一样，因为特斯拉在低温的时候，就像今年12月，就去年12月的时候，在芝加哥非常多的特斯拉通通丢在路边，没有办法开，因为它充电根本充不进去，然后充进去没开几分钟又没电了。可是比亚迪没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比亚迪用了一个技术，它用这个产出来的热能去温暖它的电池，这个就是看到别人所没看到的地方。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最后时间交给彬哥。这个农夫山泉哦，这个当然就是因为这个钟闪闪跟钟庆后他们这个是几十年的恩怨，所以你会发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钟庆后一过世之后，就开始几个那种大 V 博主就开始联名，大家一起都在攻击他，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些这些特定账号就出现。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有计划性的行动，商战啊，对，这个应该牵涉到商业的利益啦，可能是不是有一些人就觉得趁这个机会，动用舆论的方式就把你打压下去，然后在商业上获得利益，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这种操作。那至于张小雷这个其实就是合约纠纷了，对啊，因为他们2021年的时候，这两个还好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张小雷那个王传福去看张小雷的车的时候，张小雷还在那个微博上面发说，恭请领导检阅，讲的跟你看两个很麻吉啊。那现在因为他找了这个王传福代工，就王传福交给他的车，好像他认为品质不满意，认为很多东西有问题，所以就现在两个已经开始在打官司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就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当然他讲是真的假的，我是不晓得。可是我讲实在话啦，我认为这种传闻，因为他们又不是政治人物。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到国防部部长邱国正喊出第1级的新定义。那现在呢，共军要进入我们12海里必打下来吗？国防部副部长说 no， 副部长出来了，他说全世界都一样，都会对进入领空的领海做处置，可是不能划等号，这是原则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现在呢，在我们
这个包括金厦海面或者是台湾的四周的海域啊，经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船闯进来，或者是有人在做疏浚的动作。讲到的这一个是对岸啊，在金厦海域啊这个地方做疏浚啊，是不是有可能最近要做一些动作呢？可是官媒没有发布这个消息。那时候是这个那一条海线叫什么啊？我们的亮哥有特别提到的那一条对流武电航道在疏浚这件事情已经传了很久，对岸很多公众号也有报道，甚至还有人公布那个所谓在疏浚的那个画面。可是因为官方没有证实我们台湾这里也没有相关的讯息，只是说这个民间传的沸沸扬扬的为哪桩，就是金厦的快艇翻覆事件，其实还没有结尾，还没有收尾。官方有证实哦，官方证实了。2月24号，厦门海事局公告说在疏浚了。2月24号 ，OK， 厦门海事局最新消息，2月24号就已经在疏浚了。可是那个时候，金门的事件才刚刚发生啊。好，我们再看看，包括台海安全是不是亮了橘灯，还不到红灯的部分，可是必须要警觉，要提高警觉了。因为现在中共的两会今天刚刚落幕，台海的危机会升高吗？我们看到包括现在台海附近的一些周遭的一些海上的活动，根据卫星监测到了美军的舰载机 C2A 的灰狗飞行的轨迹推断灰狗它现在是这个降落在福斯号上面嘛，那福斯号在位于南沙岛东北的海域这附近活动，而韩美两国的部队是从3月4号到3月14号有一个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所以他们在这附近有演习的活动，而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也在舟山岛包括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我们台湾的东南方都有一些海警船，还有舷号，像是532啊，还有这个中国舟山号啊，以及荆州号啊，都在这附近做一些活动所以有一点互相对峙这样的情势吗？而另外呢，中国大陆现在呢，有人说有统战、有文攻、有武吓，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对岸跟我们金门、厦门或者是沿海一带的这些离岛一带的民众生活比较有相关的，还有马祖在内所以中国福建省主办了一个叫做福马同城交通卡的一个活动，内容就是说可以让我国的马祖居民这个到中国的福州市享受各项的优惠，你只要办卡，它就给你储值300块人民币，大概是台币1300元。那我们的国安局局长蔡明彦就说，这是中共拉跟压两手策略的一个方式这当然它的目的是要推动促通。还有促融、促统就是统一啦要这个统一台湾，这是他们施政重点。其实这也不用这个蔡明彦讲，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是我们这边的应对是什么？看到马文君的说法就说那如果1300元就可以收买国人，是不是也太看不起我们台湾人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加码，你可以给马祖这些居民一个人补助5000元如果这么简单就可以把我们给统的话那你可以看到，包括林楚英就讲说，这是地方包围中央，以通促融，地方政府当窗口，意有所指的说你马祖的地方政府是不是有可能当窗口呢？在指责我们自己人，分化我们自己吗？我们看到呢，最近有一部台湾电影叫做《周楚除三害》，在台湾它的票房表现很平常，甚至不是很好卖不到5000万，可是在新春期间在对岸上映据说造成了轰动。截至3月10号下午4点，票房已经逼近人民币3.7亿元，大概是台币16亿元左右看起来卖得非常好。而这样子的一个票房，我们来比较一下，因为中国大陆它市场大嘛，所以一部片子热卖累积的金额就非常多。我们台湾史上卖的最好的电影叫做《海角7号》在中国票房只有290万，可是在台湾呢在台湾我记得是这个6亿左右吧我记得是6亿左右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的市场大补帖，周楚除三害，到底我们台湾的片商能不能够赚多一点钱，能不能够把制作成本赚回来呢？看到媒体的报道是说监制是李烈就过去他是演员嘛，据说他是打包价把版权卖断给大陆片商
完全赚不到分润。可是另外一个说法是说，还是有分润哦。如果有分润，那不得了了，16亿、18亿、20亿，如果再往上涨的话，这个分润不得了哦。光是海角7号，我们在台湾卖了几亿元，就觉得很多了哦。那如果卖到中国大陆又可以分润的话，那未来恐怕又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了。现在呢，周楚除山害在台湾的这个串流网络上面也是。这个点阅率第1名的，而另外呢，在对岸为什么这部片子卖得很好？我们看到有一些周边的一些商品，或者是周边电影里面出现的便当啦，这些在对岸都造成话题，就知道它很夯了。陈桂林是片里面的男主角他在片子一开头，他正在吃一款便当，在我们台湾的一个便当那有一位大陆民众，他可能一位年轻人，他在台湾念书或者是工作，我不知道，他就去买了同款的便当，并且在小红书上面开箱结果很多网友就问他说多少钱呢？答案是95块钱台币折合人民币不到22块。那对岸的这个年轻朋友也说，期待到大陆来开分店这个同款的便当已经红到对岸了，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好的交流，或是正向的交流那也有人说，周楚这个电影在对岸变成了现象级的作品。那为什么大卖呢？当然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自己有看过，可能很多人还没有看过。那里头有一些暴力的画面，所以它是限制级的。我们看到石板民夫这一位日本籍的一个名嘴，他就说为什么中国大陆喜欢看这部片？因为当地的经济差，言论又严控所以小人物看得很舒压。可是我们再来看看大陆网友他们自己整理的这部片子，他们认为经典的地方跟有寓意的地方显然他们也都有在看政论节目大陆网友就解读这里面有几个主角，包括协助黑道大哥处理伤势的地下医师这个很像蔡英文，外形也很像气质也很像。那里头还有3大通缉犯的第2名叫做香港仔，这是影射美国对战后台湾的政治绑架与勒索。第3个这个头号通缉犯邪教的尊者林祿和就是暗喻民进党洗脑宛如这个洗脑我们台湾的选民大概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很多的观众把这部电影紧扣台湾的政治情势其实蛮有趣的。来，先请教亮哥，亮哥有看这个电影吗？这个就是超级暴力血腥啊！我听说是用刘焕荣当做原型拍的啦。一开始的原型，它融合了很多的。这个石板民夫这个就叫做随便胡说八道。那美国那个捍卫任务John Wick那个够血腥吧？现在拍到第4集，所以表示美国经济超差、超舒压。是这样吗？而且言论又严控。是啊，John Wick 大家都看过嘛，第1集现在拍到第4集了，每一集都爆炸，一大堆人在看所以美国超舒压你怎么不去这样讲啊？就随便说，坦白讲，为什么会爆红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就是阮经天的粉我就简单解释，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是拍得非常好的。对，那你是看到细节去，因为你比较懂电影嘛。一般我们这种渔夫渔妇们都是看爽不爽而已，也是爽片，也是啊，它就是爽片嘛。那阮经天本来就有相当的影迷啦这个很难解释哪个电影会红说实在连这个便当都大卖，你看那便当有没有？电影里面那个便当都大卖，是在大陆大卖还是台湾大卖？我们台湾，我知道那个 Netflix 有上我是从 Netflix 贴了一下，很暴力。可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从头到尾看完，这个不管了事实上John Wick我也没有办法从头到尾看完，太暴力，就是杀来杀去的我倒是觉得我们讨论前面那个比较重要，是。事实上，大陆有那个消息啦，可是那个不是官媒，不是官媒，那是几个部落客他就贴出来，可是实在写得太专业了那后来我去追讯息啦，就是确实有这个消息啦，可是厦门海事局，因为这条通道是这样啦，如果是在历史上，它本来就是厦门出海最顺的一条航道，那因为台湾划入禁制水域嘛，对。那事实上，中国大陆有跟台湾在争取，说它是不是可以使用那个航道。那在2015年的时候，马英九同意了，可是没有启用，因为后来蔡英文就当选，那一直都没有启用了
那个航道，事实上我也问了一些朋友，说他们如果住在厦门，住在一些比较高的饭店，往前看，你就看到小金门跟大丹岛中间有一个航道，那让2艘货柜轮往来是有足够的空间那可是一直都没有清淤嘛，所以我认为就是大陆觉得，那我既然不认了，那我就要用了。这个跟 M503有点像，就 M503，中国大陆也是跟国际民航组织已经登陆了，那周边的日本、韩国那些国家都没有意见，可是马英九就说，哎呀，不行啊，这个他就偏西6公里那2条从西向东那个2个 W， 他就没有启用嘛，那现在他就启用了也不告知你，所以我们未来确实会面对一些挑战比如说这个挖泥船，我认为早晚会进来啦。这个挖泥船是不是真的有在挖？不，他要清淤，他有在挖吗？他没有清淤，不能用。对，他现在有在挖，对不对？不知道，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现场的照片。对。可是就是说，你看到的那个报道，事实上写的蛮细的了，而且连船的编号都写出来了。感觉不像是造假。很难讲。厦门海事局确实有公告，2月24号，说有这么一个航线，就是这个航道 L5 跟 L6了这个大家可以拍一下啦，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也不是乱讲的啦，这是厦门海事局的公告嘛。是，的确有。2月24号他就公告了。公告之后是不是要执行？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开始进来挖，你要赶他走吗？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如果挖完之后，他的渔船各种船开始频繁的进出了我跟你讲，你还会碰到外国船。因为外国船如果要去厦门港，它也会经过这个航道那如果是军舰呢？那怎么办？是啊，来，彬哥，我觉得这个第一集本来那天邱国正就讲的，他那种讲法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军方本来就是有澄清的必要。你真的是共机近12海里就把它打下来吗？那前2天那个渔船来了6海里，你怎么连看都没看人家一下？用雷达监控，雷达监控，风浪太大，然后我们就不出门了，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有些话还是不要说的太过头了，差不多就好了。就是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是要评估自己的力量，然后重点是不要让两岸局势变得太升高。那大陆当然一直就是不断在加强它的压力那美国这个 C2A 这个灰狗，它其实为什么会被你看到？它故意的，故意的。当然是故意的，他也可以把它关掉不要让你识别但他就是故意让你看到，表示我在这，就目的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双方也是用这种方式在角力啦。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在我们周边对峙，那对台湾显然不会是太有利的一个状况。可能我们自己要去好好想想怎么去把这个局面化解掉。那至于说大陆抛1300元红利，对啊，大陆抛红利，你要说它触统也行，触通也行，触融也行，都 OK。那就是人家就是希望争取我们民心的一种手段。那我们自己不是也常干这种事吗？我们对东南亚那些游客，那时候为了补大陆游客的不足，我们不是也提供一大堆福利给人家吗？不是一样吗？那所以这样子不行吗？那如果我们政府真的怕区1300块钱就把我们的人心都收买走了，那你就加码嘛。我们税收不是每年都多收好几千亿吗？那你就继续加码，大家用钱来比嘛。所以我觉得讲这是很好笑的，而且我觉得更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就是你看哦，蔡明燕讲触通触融，然后呢，林楚英就讲以通触融，你们是怎样一条龙补习班的？大家都发同一个缩帖是吧？对呀、你不觉得就是这样子吗？本来就有中央厨房。对啊，因为这个触通触融，前一阵子我没有听民进党人讲过，现在突然之间有人讲，就大家跟着一起讲，你们这一招会不会演得太烂了？好难看，我觉得可不可以稍微用自己的话讲一下？一定要大家都照本宣科，照着稿子念吗？这样会不会很低能呢？我真的觉得蛮好笑的。那至于周楚除三害你们这边写说上架 Netflix 卖50万美金，加上中国20万美金，扣除制作成本还会小赚？怎么可能小赚？一定大赔他们说小赚李丽也没讲，所以他一定有分红嘛。他一定要靠分红，他不靠分红绝不可能赚钱，因为你70万美金才多少钱？才2000多万台币。2000多万台币。你要知道他在台湾票房4700万，4700万，你以为全部都归那个制作方啊？还有
戏院也要分啊，电影院对啊，然后你还有宣传费用啊这些东西，所以他刻意不提分润的部分，对，因为分润那是人家商业机密嘛，所以他不愿意讲嘛。OK， 对啊，因为这也牵涉到他股东权益的问题所以他现在卖16亿台币，如果在网上卖到20亿、30亿、40亿，所以他卖的越多，当然他赚越多啊，他的股东也就笑哈哈，这很正常啊。那至于说周楚除三害为什么会红，我个人是认为啊，因为这个题材对大陆人来讲比较新颖。新鲜，对，因为大陆比较少这一类题材的片，然后因为他讲的又是台湾的这种江湖兄弟啊、黑社会，对他们来讲以前比较少这种题材，那再加上当然制作单位很用心，然后阮经天也演得很不错，然后讲这次看起来他是演技大爆发，蛮厉害，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才红了。那至于石板民夫，我说真的，亏你还去过中国，不要每天胡说八道好不好。中文还讲得这么好，来请教舰长。刚刚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些挖泥船，那不知道这个讯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小舰长就拿证明给大家看。这个证明是什么？这个是 AIS 的记录啊。那 AIS 的记录其实记录的非常清楚啊。这一艘是顺达2008，其实它的翻译叫顺达。那个它其实这个是最后一点啊。今天早上我把这个图截下来，就9点多的时候，这是最后一个点。但是它这里已经密密麻麻转了非常多圈了。那这个我原来要用的是顺达2006，结果抓错图了，对不起。但是我还有抓另外一艘船啊，另外一艘船叫做航捷。那航捷呢，它实际上来讲，它也是在这边跑来跑去。那同样的，也是今天早上的截图，所以我们看不到照片啊。现在有非常多的科学的工具可以使用啊。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关于顺达2008啊，它就是一个，就是说，当我们挖泥挖起来之后，它就是放那些淤泥的地方，也就是这艘船。那我们讲到航捷2006呢，是这一艘，它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铲斗，它可以在挖海里面的污泥起来。所以它到底有没有挖？其实国军跟海巡署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国军那个地面上还有非常多的观测哨啊，他怎么会看不见呢？那观测哨的那个望远镜都倍数非常大，所以国军知道。对，那他只是有没有公布出来？那刚刚讲的都看得到。对啊，我们讲到那个刘武店航道，它其实是这个样子走的。那以前呢，他们既然就是说有这个。我们讲说禁制海域跟限制海域的这一个默契，所以他们以前都绕青屿这里走，他没有直接绕进来。那现在既然发生了这件事，那就不客气了，直接绕进来。可是呢，我们的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啊，沈伯洋，他就在那边舆论战、法律战、舆论战、法律战，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实际上他们已经在做叫做常态化了。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执行这件事，他已经不是法律战跟舆论战的问题，他已经实际执行了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的时候，东部战区也有类似的，他说他要战备警巡的常态化，现在做了没？现在天天做哦，他已经实际化了，就不是在跟你打法律战或是口水战了。